我们继续讲格拉德威尔的《引爆点的报复》这本书。上一讲我们说到神奇的1/3定律，说一群体中少数派的人数比例，如果达到1/4到1/3左右，他们就会对群体的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文化改变，你就只能离开。这就引出了要不要搞社会工程的问题。如果你想保住一个群体的文化，是否应该限制其中少数派的人数呢？这一讲咱们说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例，美国名校的招生录取。作为中国人，听到这个话题可能容易上头，但我想请你保持冷静，我们读书是为了掌握思想和方法。美国名校对亚裔学生的录取似乎存在歧视，比如你作为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，要想上哈佛，就得拿出比白人，特别是比黑人高得多的成绩才有可能，而且往往成绩高也没用。2023年有一个引发轰动的案子，一个华裔学生叫乔恩王 ，SAT 考了1590分，比满分只差10分 ，GPA 在高中全班最高，课外活动也很丰富，还自己创办了一家公司。这么强的一个学生申请了9所顶级名校，竟然全都被拒。乔恩没有忍气吞声，他和一个叫做学生要求公平招生的组织联合把哈佛大学告上了法庭，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，最后哈佛败诉。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规定，从此之后大学招生不能把种族作为参考因素。这个判决针对的是平权法案。以前大学招生会对黑人学生有特殊的照顾，相当于降分录取，主要考虑是对黑人早年在美国受到压迫的一种补偿。现在这个补偿在法律上没有了，亚裔获得了更公平的待遇。那么哈佛大学的录取是不是从此之后就只看成绩，从而大幅度提高亚裔的入学比例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咱们先看数据，文稿里的图是哈佛大学近年的本科在校生比例，其中白人占 43.5%， 亚裔占 17.1%， 黑人只占 6.7%。我找到的另一张图描写了2022至2023年间哈佛大学的各个种族入学人数，跟上一组数据稍有变化，但明显能看出来，白人是非常多，亚裔是第二多，黑人的占比很小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2件事。第一，亚裔在哈佛，也包括在其他所有顶尖名校里面，占比其实已经不算低了。你要知道，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 6%， 可是在顶尖名校里的亚裔占比一般都在 20% 甚至更高。哈佛没有录取乔恩，但还是录取了不少亚裔学生。当然你可以说亚裔特别爱学习，本来就应该上名校，但是这个占比似乎也不能说是极端的歧视。第二件事更值得乔恩注意，那就是亚裔录取的少，不应该让人家黑人背锅。黑人的占比本来就很小，就算没有平权法案，把黑人给你砍掉一半，亚裔也增加不了多少人。格拉德威尔强烈暗示跟黑人较劲是找错了对象，你要名额应该找白人要。我非常支持乔恩为自己也为亚裔争取权益，但是我们也很想理解哈佛的录取逻辑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哈佛大学的校长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么问可能代入感不强，我们换个说法，想象现在是2050年，中国已经成了发达国家，吸引了来自各国的移民。他们在中国努力学习，勤奋工作，帮助缓解了老龄化的压力。特别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青年，学习特别好，在各省高考都名列前茅，有不少人考进了北京大学。我这可不是胡乱说的，这里有个冷知识。现在在美国的各国移民之中，尼日利亚人的高学历比例是最高的，他们 17% 的人有硕士学位， 4% 的人有博士学位，明显高于白人和亚裔。假设2050年尼日利亚人占北大新生的比例达到了 20%， 这时候作为北大校长的你突然想起来26年前听精英日课讲过一个神奇的1/3定律，你猛然想到尼日利亚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北大还是北大吗？当然人家尼日利亚人也纳税，也在建设中国，但北大可是鲁迅、胡适这些人曾经论道的地方，有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。难道北大要被非洲文化接管吗？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种责任感，为了继续弘扬我们中国文化，是不是应该压缩一下尼日利亚人的比例？直接给尼日利亚人设个更高的分数线，肯定是不行的，那不符合大国兼容并包的公平精神。你得想个什么办法呢？100年前哈佛大学校长的经验可以供你参考。
本来哈佛这些常青藤大学是白人精英子女上学的地方，我们前面刚讲过单一培育的坏处，这些大学也意识到全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不好，应该开放办学，吸纳全社会的人才。于是从19世纪末开始，藤校用了几十年时间，逐步提高录取标准，越来越重视学业成绩，而不是家庭。到1920年代，基本上就是只看分数录取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多犹太移民进入美国。这些犹太人刚来，没什么积累，都属于中下阶层，有的还住在纽约的贫民窟，但是孩子学习是真努力。用中国话说，差不多就是做题家。犹太做题家迅速进入了美国名校。在20世纪初，哥伦比亚大学新生中有 40% 都是犹太人。到1922年，哈佛的犹太人比例超过了 20%。当时的哈佛校长劳伦斯·罗威尔一看，这可不行，不是说犹太学生在大学表现不好，也不是校长专门歧视犹太人，关键是哪个学校犹太人一多，白人精英就不来了，那么整个学校的文化风气可就变了。校长认为犹太学生占比最好能控制在 15%， 少了等于歧视，多了就越过了临界点，可你又不能做得太明显，那怎么办呢？罗威尔的办法是综合考虑学生的素质，也就是不只看考试成绩，还得看你参加了什么课外活动，你写的申请书是不是足够有吸引力，你父母有没有一个什么朋友能帮你写封推荐信等等。那些项目的特点是主观性特别强，够不够格完全由负责录取的人说了算。很明显，白人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这些项目上表现优异，比如这孩子数学成绩是不太行，但他充满爱心和责任感，必成大器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当初的犹太人早已成了新的精英，也许可以说已经够白，哈佛也早就对犹太人不设防了，连校长都可以让犹太人当。现在优秀但不够精英的新移民是亚裔，或者更严格的用格拉德威尔的话说，只有一个种族的占比可以越过临界点，那就是白人。并不是所有名校都这么干。加州理工学院不属于常青藤，但也是顶尖名校，就完全不看主观因素，只按学习成绩录取。现在亚裔学生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45%， 在所有种族中排名第一。哈佛大约不愿意变成这样。在这个新时代，哈佛发明了一个专门的主观录取通道，叫 ALDC， 也就是由运动员、校友子女、系主任兴趣名单，说白了就是富豪子女和教师子女组成。哈佛对这些学生实行降低标准录取，而 ALDC 占学生总人数的 30%。那我们可以想见， ALDC 中有很多人按照哈佛的寻常标准是没有录取资格的。那这样的人有多少呢？我看有人专门做了个统计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白人，远远高于白人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。ALDC 中开放性最强的是运动员。你如果不理解 ALDC 的逻辑，你就无法理解哈佛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在全世界范围寻找运动员。其中很多人练的是赛艇、壁球、女子橄榄球之类的冷门项目，比赛根本就没人看。哈佛校长会说，录取运动员是为了增强社区感和精神动力，其实都是胡扯。真正的原因是，成为运动员的成本非常高。美国没有举国体制，想当运动员就必须自己家花钱请教练，再加上理疗师、体能训练、各种装备，那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更何况还得有一位家长有时间带着你去全国各地参加比赛，而投入这么多，要想取得能参加奥运会的成绩，却又是概率极低的。毕竟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运动天才？正因为这个活动特别昂贵，而且又没什么用，它才被哈佛所看重。试想什么样的家庭会让孩子玩这个？当然是白人精英家庭。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，常青藤大学之所以搞那么多录取花样，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白人精英子女占绝对多数。说什么课外活动体现品德，体育运动锻炼性格，都只不过是借口。那你说，如果有个亚裔家庭，父母是普通中产阶层，含辛茹苦的就想让孩子上常青藤，一看这么多录取要求，说没事儿，你要学习成绩我就刷成绩，要课外活动我就刷经验值，要文艺和体育我就让孩子弹钢琴学击剑，这总行了吧？答案大概率是不行。人家苦心故意的设置那些规则，就是为了把你排斥在外，好吗？如果你被录取了，那属于是规则不够完善。想要爬藤，
刷分是没有前途的。几乎每个亚裔中产家庭都让孩子学琴，那根本不稀缺，随便练练什么项目也不行，远远不够悍。说白了，要么你有绝对出类拔萃的天赋，要么你父母非常厉害。如果都不是，那你最好是白人。这到底算不算种族歧视呢？也许哈佛有权保留自己的文化，也许各种族就应该一视同仁。这个问题见仁见智，不是我们这一讲的重点。我们关心的还是社会工程。其实中国历史中充满了 ALDC 现象，不过不是大选录取，而是官员录取。每当少数民族夺取了中原政权，就有一个要不要汉化的问题。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就认为汉文化是先进文化，鲜卑族皇帝下令让鲜卑族主动汉化。可就是这样，鲜卑贵族也很快就反弹，说我们本民族的东西还要不要了。北宋时期，辽国的办法则是搞南院北院分而治之，南边的汉人居住区用汉人的办法治理，北边还保留契丹传统。可是中央朝堂上的汉官比例过了临界点，于是辽国的文化就越来越汉化。后来金国从北方崛起，本来都是女真人，但是等到统治地盘扩大到汉族地区，就也面临汉化的问题。其实这些政权对汉化保持警惕，不只是身份政治问题。搞汉化就是接受儒家那一套，好处是能迅速加强治理能力，提高对老百姓的控制力，有利于政权稳定。但坏处是军事能力会下降，帝国的进取心会弱化。历史经验是，哪个少数民族政权一旦汉化，就不像以前那么咄咄逼人了，过不了多少年就会被另一个更野蛮的少数民族征服。就连大清的八旗在汉人地区生活久了，也失去了战斗力。不过满洲人留了2个杀手锏，一个是蒙古，只用联姻的方法笼络，不直接统治，这就隔绝了汉化，同时要打仗的时候可以调用。另一个可能知道的人不多，那就是黑龙江的索伦部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达斡尔族、鄂温克族、鄂伦春族等，特别能打仗，但是平时只能驻扎在边疆，不跟汉文化接触，保持贫穷才能保持战斗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大清到了中晚期还是那么能打。在高原，在新疆，包括对阵沙俄、蒙古和索伦都功不可没。最后再次提醒注意，我们这一讲说的只是一个客观规律，是会如何，而不是应该怎么办。